克钦独立军上个月27号开始攻打雷击公路上的政府军据点了，攻占了克钦邦9个缅军军营和50多个缅军前沿哨所。缅军向克钦军第3旅投降，然后3月29号早上，他们还把雷击地区和边境通道给包围封锁了。看样子，雷击可能会成为他们这个月在克钦邦攻势后第一个控制的城镇。克钦独立军成立于1961年，是缅北地区最大的民地武装之一。他们一直想建立自己的克钦政府，和缅甸政府的国防军打了好久的仗。克钦独立军的主要活动地区在缅北的中缅边境和胡刚谷地。考虑到他们的背景，这里的人大多信奉基督徒，而且是少数民族，一向对缅甸政府的忠诚度不高。克钦的常用语言是克钦语和英语，当地的边民们都把他们称为山兵，这是因为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山区，生活和战斗几乎都在山里，很少有机会离开山区。克钦军的士兵都穿着统一的绿色军装，佩戴有军队标志。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早在1924年和1935年，克钦族的代表曾向英殖民当局提出独立要求，但遭到了拒绝，认为克钦族还没有具备独立建国的条件。缅甸独立后，吴努政府并没有按照宪法规定的联邦制政策来实施，而是试图加强对全国的统治，限制少数民族的权利，结果导致克钦族等少数民族感到受到排挤和削弱，因此他们开始探索独立的途径。面对愈演愈烈的民族矛盾，吴努政府想通过佛教的精神来感化少数民族，想通过信仰改变克钦族民族意识。在这种背景下，克钦族的领导人成立了彭阳保卫军，开始进行游击战。他们计划号召克钦族民众反抗，与其他少数民族组成的联军一起抵抗政府军的进攻。同时，也有一部分克钦族人加入了虚贡，进行武装斗争，以谋求独立。在1961年的时候，缅甸总理吴努在国会第3届第5次会议上提出将佛教定为国教的修正案，当时就引起克钦族基督教徒的强烈不满。削弱的克钦独立武装再次活跃起来，抓住这个机会重新提出克钦独立国的口号。当年克钦族中的领导人左塞、左突等人在腊树附近的克钦山村创立了克钦独立军，并提出了建立克钦共和国。到吴奈温政府上台时，克钦独立军在克钦邦和掸邦已经有了牢固的基础，迅猛发展，并且组建了第1个旅。到1963年底，克钦独立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2000余人，扩充6个营。在1964年组建第2个旅。在1966年的时候，克钦独立军已经成功到密支那加山区和加麦玉石产区。在70年代的改组中，克钦独立军的领导层发生变动，克钦独立军开始呼吁建立克钦共和国而战斗。到20世纪80年代初，克钦独立军已经发展壮大到7000多人，组成4个旅、21个营，并辖有4个专区和12个县。然而，在1983年9月，克钦独立军决定放弃与缅甸共产党合作，转而加入由克伦民族团结组织领导的民族民主阵线。1998年，克钦独立军占据着超过1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拥有10万余人口。他们在领土内设立了4个行政专区、12个县和59个区，需要养活7000多名军人、5000多名民兵和700多名行政人员。为了获取资金，
克钦独立军通过地区税收和玉石、木材和黄金贸易筹集资金。克钦独立军还派遣干部前往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筹集资金，引进医疗技术设备，在中国、印度和泰国广泛设立贸易机构，以各种渠道购买武器。为了增加兵力，克钦独立军暗中征募士兵和马匹。在缅甸东北部，克钦独立军以惊人的速度扩大了他们的势力。克钦独立军在克钦邦首府密支那以及重要城镇巴莫、葡萄等地与缅甸政府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不幸的是，克钦独立军的创始人昭塞和昭度因为内部矛盾而先后被部下杀害。丁英和泽龙随后带领一部分人马并打上了克钦101部队的旗号，导致克钦独立军受到了严重削弱。在1989年，缅甸政府军对克钦独立军发动了规模庞大的进攻，夺取了该地区的部分领土，造成克钦独立军一个旅的严重受损，另一个旅也被政府军包围。同时，由于缅甸最大的反政府武装组织缅共人民军的解散，克钦独立军的重要物资来源也中断了，使他们受到了缅甸政府军的严重打击。克钦独立军的兵力从6000多人直接减少一半左右，控制的领土也缩小到1万多一点平方公里。1991年上半年，缅甸政府表明愿意与克钦独立军进行谈判，10月就翻脸，缅甸政府马上改变立场，要求克钦独立军先放下武器再进行谈判。克钦独立军当场就拒绝，于是政府军对其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但没有彻底消灭其实力。经过了2年的时间，克钦独立军代表终于与军队代表进行了具有重要成果的首轮谈判。随后，克钦独立军又与政府进行了4轮谈判，并于1993年达成了停火协议。终于在1994年，缅甸政府与克钦独立军正式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根据协议，缅甸军政府承认克钦独立军的合法地位，同意在所在地区设立克钦邦自治区。克钦独立军同意和平方式接受政府的法律规定来解决争端。不过，一些克钦人还是不同意签署协议，他们成立了反克钦组织。到此，克钦独立军成为第10支与政府和解的少数民族武装，结束了长达30多年的武装战争。在2010年，缅甸克钦邦南部地区发生了一场冲突，克钦独立军与缅甸政府军又干起来了。克钦独立军坚决反对新宪法，并要求政府按照1947年的平原协议来解决问题，强调停火协议与和平协议之间存在矛盾。在2010年，缅甸政府官方媒体首次将克钦独立军称为派系组织，关闭超过20个克钦独立军的联络办事处。这个举动立刻加剧双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克钦独立军的代表人物表示，他们根本不是寻求战争，但如果政府军攻击他们将保卫自己的地盘。听起来就是克钦独立军愿意跟缅甸政府谈，想解决问题，甚至加入新的国家军队。但缅甸政府好像没怎么理睬他们的要求，所以谈了好几次都没结果。为了团结力量，克钦独立军现在打算和其他民族一起组成缅甸民族联合联邦委员会。在2011年的时候，缅甸政府军和克钦独立军的冲突暂时停止，达成一致约定，双方将交换战俘。克钦独立军释放了2名被俘的政府军军官，而缅甸政府军则送回了2具尸体。哪知道克钦独立军联络员被毒打致死。
这马上引起了克钦人的愤怒。克钦独立军2次拒绝了缅甸政府军停火要求，有一名高级官员马上表示他们将重新开战，将冲突拓展到全国范围。随着冲突的升级，缅甸政府试图进行调解，和克钦独立军进行多次和谈以后，在2011年双方接近签署和平协议。然而由于对签署方式的意见分歧，克钦独立军最终取消和平协议的签署。2011年9月23日，缅甸政府军对克钦独立军发动强烈攻势，迅速占领第4旅的主要阵地。然而10月13日，克钦独立军在密支那再次与缅军发生激烈交战。10月14日，克钦独立军在克邦首府密支那意外发动袭击，造成缅甸军队巨大的损失。由此，克钦邦和北部掸邦陷入全面内战的泥潭。缅甸军队不断向克钦邦各镇区或克软独立军的根据地派遣步兵、装甲车和重炮，与克钦独立军展开多次激战。克钦独立军主席直接表示，坚持武装斗争，并继续努力推进真正的解决方案。克钦独立军通过打击缅甸军队的举动，表示他们的决心和实力。在2011年11月30日，缅甸政府与克钦独立军在中国的瑞丽进行第一次会谈。缅甸政府代表表示，对克钦独立军指责缅甸军队暴行的事情一无所知。会谈结束后，缅甸军队并没有表现出对克钦独立军的友好态度。缅甸政府军与克软独立军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两方的冲突不断升级。在2013年5月30日，缅甸政府和克钦独立军就停火事宜达成了初步协议，这是自2011年冲突爆发以来两方首次进行和谈。双方已签署了一份停火协议，现在他们同意停火，计划商讨有关军队重新部署的具体问题。2015年5月4日，缅甸政府说他们和各政党都同意用政治方式解决民族武装问题，开了个会讨论全国停火协议草案，参加的有政府的和少数民族武装的。会议谈了停火协议、和平进程和未来政治对话，看来大家都希望和平解决问题。在2018年3月，还有8个没有和缅甸政府签署停火协议的民地武装组织，包括瓦联军、克钦独立军、果敢同盟军和若开军等，共同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根据声明，双方达成维持和平等方面取得一些进展，结果才过2个月，缅甸北部的木姐地区发生了一系列武装冲突，涉及缅甸政府军、警察部队以及克钦独立军等少数民族地方武装。这场冲突引发严重的安全和人道危机，对地区的稳定和和平产生了严重影响。我们来讲一讲克钦独立军的主要武器装备，包括轻武器，其中包括上世纪60、70年代生产的 K47 冲锋枪、65式步枪、单用轻机枪以及经过少许改装的81式步枪。这些轻武器的一部分是在缅共武装分离出来时的遗产，另一部分来自缴获的缅甸政府军装备。这些装备的使用使克钦独立军能够在冲突中保持一定的火力压制和自卫能力。根据一名知情者透露的信息，克钦独立军设有一家私人兵工厂，能够仿造部分轻武器。据了解，工厂生产的 80% 轻武器都是自己制造的。然而，由于中国对边界地区的控制很严格，兵工厂很难获得生产武器所需的原材料，甚至连炸药都很难弄到手。因此，
这家兵工厂只能通过其他缅北武装组织，从东南亚地下军火黑市购买所需的原材料，以便仿造81式步枪等武器。至于迫击炮等重型武器，克钦独立军主要依赖于东南亚的军火黑市来获得。克钦独立军的主要财源可以分为3个方面。首先是鸦片，他们的领地种植着大约4000到5000公顷的罂粟，年产量达到100到120吨的鸦片。这些鸦片主要由克钦独立军组织进行收购和交易。其次是玉石，克钦独立军的领地内拥有世界闻名的帕敢和孟拱玉石矿，大部分玉石都由他们自己组织进行挖掘和销售。第三是木材，克钦独立军的领地内有2/3的成熟林地，这些林地中拥有柚木、榉木、红豆杉等珍贵木材和丰富的竹子和藤条资源。克钦独立军通过木材的加工和出口贸易获得丰厚的利润。此外，克钦邦第2特区还种植大麻，年产量在20到30吨之间，主要销往泰国，这也是克钦独立军的财源之一。如今地区局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各方势力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微妙。我们不禁要问，究竟谁能成为真正的赢家，又会有怎样的变化呢？希望未来能够给我们一个清晰的答案，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和平与稳定。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再会。